Zack Snyder 最新執導嘅作品《Rebel Moon》第一部《火之旅》喺 Netflix 終於上線咗。A rebel。作為 Zack 迷嘅我，當然係第一時間就開咗呢套電影嚟睇啦。但係其實比較可惜嘅係呢，我見到美國院線提早咗1個星期限量上映咗呢部電影，我當然係非常羨慕啦。不過諗下，薩克切特之正義聯盟我都喺屋企睇嘅，有得繼續睇 Zack 嘅電影啊，都唔奢求咁多噶啦。咁呢個電影喺 Netflix 上映之前呢，影評人嘅分數就已經出咗嚟噶啦。爛番茄第一批評分啊，竟然得個9% 嘅新鮮度，咁呢一稍為又升翻上23% 啦，但其實都好低噶啦。而 Metascore 咧都係得個30分，基本上喺影評人角度 ，Rebel Moon 可以算係爛片 level。然而 Zack Snyder 嘅電影呢，不嬲都唔受影評人歡迎噶啦，反而就非常受 fans 歡迎。所以佢拍 DC 電影嘅時候呢，影評人同 fans 嘅評分都會相差唔少。咁所以我一開始睇呢部電影嘅心態呢，都係希望幫 Zack Snyder 整翻個名先啦。咁究竟呢部電影係咪真係爛片呢？定係又會成為一部喺 fans 眼中嘅神作呢？講真，如果大家有睇 Zack Snyder 上一部電影《不死喪軍》都好清楚，離開咗 DC 嘅 Zack 呢，就真係搞唔掂。而呢部 Rebel Moon 呢，對於我嚟講一樣都咁差，我實在唔能夠幫 Zack Snyder 證明啦。呢部電影係比我想象中仲要差得多。電影嘅內容就係講述主角生活嘅村莊呢，本嚟只係依靠耕作為生嘅小村莊嚟嘅啫。咁有一日，一班類似帝國主義嘅武星軍人就嚟強行徵收村莊嘅糧食啦。為咗對抗武星軍隊啊，主角就踏上咗揾其他幫手一齊對抗武星軍隊嘅旅程。其實主角一開始見到軍隊嚟呢，係想逃離村莊，放生班村民。點知就俾一個村民用嘴遁感化咗，然後突然間就變得非常之激進啦。對於村民嘅死活咧都非常在意。咁呢個轉變係非常突兀嘅。咁上一秒仲諗住走佬嘅主角，後面就突然間變咗比任何一個人都仲要在意村民，就因為俾一條友用嘴遁感化。原來後面我哋先喺主角口中得知啦，佢之前都俾武星侵害過，所以都非常恨武星。一開始想走佬呢，都係因為知道武星嘅強大，甚至冇辦法同佢哋對抗，所以先走佬。但係後面嘅轉變可以話係完全冇鋪排過，係去到最後去說服其他幫手去幫佢哋嘅時候，先變得咁在乎村民。而主角去揾其他幫手嘅橋段都係非常欠缺說服力。佢揾嘅第一個幫手呢係一個奴隸，咁佢又爭個主人好多錢，主角冇辦法用錢去釋放個奴隸啦，咁啊唯有同個主人打賭。如果奴隸可以駕馭隻類似獅鷲咁嘅生物，主角就可以無償帶走奴隸。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要求主角留低一齊做奴隸。然而主角就對於呢個3唔識7嘅奴隸咁信任，咁當然主角係賭贏咗啦，劇本需要啊嘛。然後主角揾嘅幫手全部都非常冇說服力，佢哋統一都話自己好憎武星啊，自己係企喺武星嘅對立面咁樣。之後呢，具體佢哋點解咁憎武星，都仲要等到電影後面反派用一句說話嚟幫主角班幫手呢去補充佢哋嘅動機。咁其實完全冇幫到觀眾去對於佢哋肯幫主角呢有增加到說服力噶，仲要俾我哋喺反派口中逐個聽佢喺度講啲動機呢係非常奇怪。同埋電影途中班幫手完全係冇任何塑造，就好似個 NPC 咁一直跟住主角。而觀眾對於主角嘅塑造呢，都係由主角自己口中講出嚟，完全冇任何劇情去塑造角色。所以睇到電影最後呢，你係會對角色完全冇感情。就算去到最後大戰，班幫手都只係同班茄喱啡反抗軍一齊攞住支槍喺度射班反派。咁佢哋已經融入咗班茄喱啡入邊，完全唔知有咩用。咁其中一個反抗軍領袖呢，仲有一場犧牲戲，好似凝聚得好感動啊，咁偉大嘅犧牲咁。但係我哋對呢個角色係完全冇感情，最後嘅犧牲都係冇感覺。最佢犧牲嗰下呢，係諗住用支矛插死個飛機師，點知第一下就俾條友擰下頭就避開咗，仲要一槍俾人射中個肚。當下睇真係屌咗出聲，要呢個角色犧牲嗰刻都要搞到佢咁柒，我真係嘔血。其實去到最後大戰之前主角班人就俾人用機械捉住咗，點知又係衰反派弱智，俾咗嚿裝置俾主角入邊最廢嘅村民，要個村民親手殺死主角。
點知就俾個扮豬食老虎嘅村民呢，一下就用個裝置幫主角解鎖，然後仲要用個裝置一下就解決埋叫佢殺主角嗰個反派。What the fuck，你完全前面係冇鋪排過呢個村民咁勁嘅，亦都冇暗示過啦。仲要明明捉咗主角班人，都要安排個反派俾機會俾主角班人可以反抗，又係劇本需要啦。電影嘅劇本已經係差到仆街，但係咁平時 Zack Snyder 嘅電影呢，動作場面都非常之有睇頭。咁其實電影前半段啲動作場面都唔錯嘅，都有好多導演擅長嘅慢動作同埋動作戲嘅流暢度都好足啦。但係電影啲慢鏡實在多到誇張，一般慢鏡係想突出嗰一刻嘅 moment， 但係太多嘅話就顯得有啲煩咯。同埋電影去到後面就變晒啲槍喺度嘭嘭焦焦，為咗主角同反派單挑嘅橋段，對比起電影前半段都係稍為遜色。而電影值得讚嘅呢，就只係得主角所在嘅村莊同埋電影中間有個類似 Cyberpunk 嘅地方，拍得幾靚嘅一個場面，同埋配樂都唔錯聽啦。但係電影嘅劇本角色嘅塑造唔係話好好啦，班幫手幫助主角嘅動機呢，同埋說服力都係非常之唔足夠去說服觀眾。反派嘅背景同埋力量都描述得唔足夠，但係熟悉 Zack Snyder 嘅朋友呢，都可能清楚。咁意味住啲咩啊？ Zack Snyder 係一個好中意推出導演剪接版嘅導演嚟，保衛奇俠、蝙蝠俠對超人同埋薩克薛達之正義聯盟都係推出咗導演剪接版之後，獲得比原版更多嘅讚譽，電影質素都提升咗唔少。Rebel Moon 咁多內容上嘅不足呢，都可以透過一個加長嘅導演剪接版去彌補。冇錯，電影係已經確定咗會推出導演剪接版，仲要係將電影由 PG-13 直接升做 R 級，意味住電影會更加血腥暴力。而睇翻個預告片呢，我哋都可以發現，其實預告片好多片段都冇出現喺正片入邊。導演仲話剪接版呢會係一套完全唔同嘅作品，而導演剪接版會喺 Rebel Moon 第二部《烙印之人》2024年4月19號上線之前釋出嘅。咁如無意外嘅話，角色塑造嘅問題同埋電影故事背景不足嘅問題呢，都會喺呢個導演剪接版度得到解決嘅。咁不過就而家呢個 Rebel Moon 第一部火之旅2小時15分鐘嘅版本而言，電影嘅質素真係非常差。我哋可以做嘅就只係等待導演剪接版嘅釋出，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呢部電影得救，成為一部佳作啦。追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訂閱呢個 channel， 有咩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咁唔講咁多啦，希望喺戲院見到大家，我哋戲院見。